杀不死你的将会使你变得更加的强大。这句话到底是毒鸡汤还是一剂心灵良药？为什么有些人一遇到压力就躺平就退缩，有些人却可以在充满压力混乱的环境当中越战越勇，蜕变成更好的自己呢？那么今天这一集呢，我将和大家一起聊聊反脆弱，如何把压力变成你的成长动力。我将会和你分享3个成为反脆弱体的特质，以及2个可行的练习方法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熬夜，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。反脆弱这个词是由西姆塔雷伯所提出，用来描述一种超越韧性或是恢复力的性质。脆弱的事物在压力或者冲击之下容易破碎，而韧性的东西可以抵抗或是恢复原状。但反脆弱的事物实际上会从压力、冲击、变化和混乱当中获益，并且变得更加的强大。比如说，一个脆弱的人一整天上班赶项目，在公司被老板说了2句，满肚子都是火，下班回家路上的时候遇到堵车，这时候他会破口大骂，甚至做出一些鲁莽的行为，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。而有韧性的人，他们可以承受压力，承受屈辱，在车上保持冷静，因为他知道不能够冲动，所以并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的影响。而反脆弱特质的人，他们会开始思考老板说的这些话的原因和目的，而自己可以从这些经验当中如何获益和改善。那如果是惯老板事件，可能还可以把它做成 podcast 来吸引流量，甚至遇到堵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放松休息的机会，打开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载歌载舞，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了。那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像这个乐观的老哥一样，总是会把劣势转化为优势，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呢？首先我们要了解反脆弱的特质。1. 了解失败是正常，成功才是偶然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不管你是创业学一门技能，还是到职场上班，没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或是酷炫的理想是可以轻易取得的。我们的生活就是一门概率学，你尝试的越多，你成长的机会才会越多。很多人都高估了自己，低估了过程，因为社群媒体上总是会渲染各种理想结果，让你会有一种错觉，感觉这些事情很轻松就可以做得到。今年29岁创建了 AI 公司，现在身家过亿，30天不靠减肥药，不用健康饮食，轻松瘦下10公斤。小明一毕业就去卖房，1年后就换了保时捷了。我们总是看到这些结果，而忽略了别人背后的付出和努力的过程，也忽略了大数定律。结果自己一试做了1个星期后就不干了，因为觉得太难和自己的预期不符，很快就放弃了。然后就会开始自责，一次放弃万次放弃，慢慢的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，越来越没有耐心，完全经不起失败的打击。但反脆弱的人深知失败是正常的，尝试不够多，没有从错误的经验当中学习，获胜的概率是非常的低的。而且他们也知道成功是偶然事件，所以在面对压力，面对不幸的时候，他们并不会自我评价低下，而是勇敢的接受挑战，并且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，等待机会，创建机会，卧薪尝胆。这样当时机已到时，他们将有能力承接住这一份运气。第2个反脆弱的特质，不让自己跌入万夫不解的深渊。反脆弱的人必须可以从失败当中恢复过来，就如开头的杀不死你，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，但如果被杀死了，就真的死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承担明智的风险，比如父母允许孩子去尝试可计算的风险，低风险创业、运动、社交等等，而保护他们不做危险的动作，比如吸毒、犯罪、去柬埔寨等等，可以让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变得更加的反脆弱。第3个特质，从失败当中学习。有些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，但他总是做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想改变，不想踏出舒适圈，就像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一样，重复做着同样的一件事，却期待不一样的结果，是疯狂的。而反脆弱的人经常会反思失败，到底从这个经验当中他学到了什么事情，下次可以如何改善。这一个行销策略行不通，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。这个蛋糕设计客户不买单，那我就学最新潮流的蛋糕设计。因为人生没有反思就没有成长，所以定期回顾自己的目标、失败和经历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总而言之，你要记得失败是常态，成功才是偶然。明智的冒险，但不让自己跌入万丈深渊，并且懂得反思和改进，就是成为反脆弱体质的开始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强自己的反脆弱特质，这边给大家提供几个练习。第1，杠铃策略，意思就是结合低风险保守的活动以及高风险的投资，以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失足成千古恨，
也不会坐吃山空守株待兔。一边的杠铃是保守稳定的活动，让我们确保失败后依然可以重新站起来，而另一边的杠铃则是可以让我们因为明智的冒险而取得巨大的回报。比方说你目前正在稳定的工作，那千万不要乱辞职马上创业，而是在白天确保自己的工作安排，腾出闲暇的时间，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做出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事物，比如创建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经营自媒体、网卖，或者是投资股票等等的。那当然这边也并不是叫你去赌博那种确定会输的方式，而是自己喜欢有热忱并且有机会带来回报的事物。杠铃策略可以确保你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，就算有一天你的 YouTube 频道倒闭，或者是投资都泡汤了，那你还是有无限的机会东山再起。很多成功人士都是使用这一个策略的，就比如扎克伯格在创业的时候还是大学生，如果创业失败，大不了就继续学业。埃隆·马斯克在发射第一个火箭之前，已经研究了这个项目很多年，同时也是不同几个领域公司的老板，所以即使火箭发射失败，他还是可以继续经营其他的公司。从表面看，他们赌上的人生去创业，但其实早就已经做好了风险的分散和管控。脚踏两条船的创业方式，让你更容易成功，因为你没有压力，更能够激发出好的创意，做出长远的决策。我当时也是一边兼职一边做频道的，等到频道差不多给我带来1年的紧急筹备金的时候，我才开始全职去做这件事的。学会低风险的冒险，才有机会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拥有反脆弱性，时机一到就能够承接这一份运气。第二个策略，让自己多暴露在正面的黑天鹅。负面黑天鹅的行业指的是意外能够造成极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后果，例如军事、国家安全工作、巨灾保险等等。而涉及正面黑天鹅的行业，就比如作家、电影导演、科学研究等等。相对的，这些行业都能够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巨大的收益。例如哈利波特的作家 J.K. 罗琳在成名之前，自小就喜欢给妹妹讲故事和写作，即使他想要成为作家的梦想遭到父母的反对和出版社的拒绝，但他依然不放弃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最后正面的黑天鹅发生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创作了受人喜欢并且畅销的全球书籍，在职场上一飞冲天。学习黑天鹅并不是让你企图去准确的预测黑天鹅的事件，而是让自己尽可能的暴露在正面黑天鹅之下，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认真的付出努力，让正面的黑天鹅顺其自然的发生。到那时候已经做好准备的你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就像是 J.K. 罗琳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坚持创作，而一次偶然的机遇就大大的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除了可以选择从事正面黑天鹅的行业，或是在自己的领域努力耕耘以外，也可以多做一些善事。当我们看见身边有认真积极、正向思考和行动的朋友的时候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和协助。比如马云高中时期喜欢找外国游客交流学习英文，并且与其中一名来自于澳洲的游客成为笔友。这名澳洲游客的家庭对马云十分的热情，每隔几个月就会寄一张支票给马云，并且邀请他去澳洲旅游。没有想到30几年之后，马云成为了电商巨头，成功之后他也尽力的去报答帮助过他自己的笔友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学习幸运的能力。小明遇上一场车祸进了医院，悲观的他可能觉得自己很衰，而乐观的小张在遇到车祸之后幸存下来死里逃生，却觉得自己很幸运。运气就是人类的一种应对机制，用来解释那些我们不想或是无法以逻辑和理性来说明的事情。你的人生充满了厄运，就是因为你受到自己的思想和意图所影响。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行为确认事件。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运气不好，你便会对遇到的所有好事视而不见，一味的专注在坏事上面，所以你就会错失许多的机会，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脱颖而出幸运的那一个。要掌握幸运其实很简单，2个重点。第一，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人。今天你可以躺在沙发看我的影片，你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人了。为什么这一点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压力和心情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今天你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你心情好，自然的就会有更多的心理宽带去应对压力，并且更愿意接受挑战。第二，保持开放。有高度开放性的人，生活态度通常十分放松，并且时刻已经做好面对新环境的准备。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，个性开放的人会敞开大门，好好的研究眼前的挑战。由于他们时时都在留意机会，所以能得到最好的工作。那些能够进入演唱会的后台，在棒球场上拿到签名，又或者是比赛常胜军的人，他们似乎都有着开放的个性。
之所以能够遇到这些事情，就是因为他们在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以开放的态度面对，并且紧紧地抓住机会。所以说，打造开放的个性，会让你更容易取得最棒的好运。杀不死你的，将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。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。只要你了解失败是正常，成功才是偶然，不让自己陷入万夫不解的深渊，懂得反思过错，回顾人生，并且利用杠铃策略，让自己暴露在正向的黑天鹅之中，保持幸运开放的心态，那么你的人生将会越来越顺遂，成为一个反脆弱的代表。祝福各位看到这集影片的你，都可以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变得越来越好。我是熬夜，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就请你帮我点赞和分享，启发更多的朋友。那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再想想看怎样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